大家好，我是曼大。今天呢，我們要來聊一個，真的很多人在問，也很多人在怕的東西 ——TQQ。它到底是能讓你一飛沖天的財富火箭，還是一不小心就會粉身碎骨的毀滅之路呢？哇，你先看看這張圖，這個數字真的，你沒看錯，這個是3倍槓桿納斯達克100 ETF， 也就是 TQQQ 的表現。從它推出到現在差不多15年，報酬率是25000個百分比，換句話說，就是翻了整整250倍，不是25倍哦，是250倍。相比之下，大家很熟的 QQQ 同期也才成長了12倍。所以啦，很多人就会想，既然美股長期來看都是向上走的，那我直接給它開3倍槓桿 Presto， 這不就等於是坐上財富自由的特快車了嗎？聽起來超有道理的，對不對？可是怪了，為什麼連美國的證管會都一直跳出來警告，說這個東西一般投資人最好不要碰？這背後到底藏了什麼我們不知道的秘密呢？好，沒問題。今天我們就來把它徹底拆解一下，從這5個方面帶你一步一步揭開 TQQQ 它神秘又危險的面紗。首先，我們必須承認 TQQQ 的魅力真的太大了。你看那個驚人的歷史報酬率，也難怪在很多投資社團裡面，它根本就像神一樣的存在。很多人就是喊着無腦多就對啦。它的原理聽起來真的超簡單，就是說，如果 QQQ 今天漲了1%，那 TQQQ 就要漲3%，聽起來沒毛病吧？但魔鬼就藏在細節裡，關鍵中的關鍵就是這2個字——每日。所有你後面會看到的，不管是賺到翻掉，還是賠到脫褲，所有的問題都從這個每日結算開始。沒錯，就是因為這個每日重新平衡的機制，一個我們很熟悉的東西就跑出來了，那就是複利。這也代表說 TQQQ 放長期的報酬絕對不是你想的那麼簡單，就是把 QQQ 的報酬乘以3而已。你看如果運氣好，遇到一個大牛市，市場一直漲，那這個複利就會變成你的超級好朋友。你看這個例子，假設 QQQ 連續5天，每天都漲10%，最後總共漲了61%。那 TQQQ 呀，不是乘以3哦，是暴漲了271%。這就是所謂的正向複利，漲得比你想象的還要多。那反過來想，如果遇到熊市，市場一直跌呢？這裡就有個很有趣的現象了。你看QQQ 每天跌10%， 5天後總共賠了41%。那 TQQQ 你會發現它賠了83%。奇怪咯，你算一下，83% 並沒有到41%的3倍哦，反而還賠得比較少，好像還有點保護作用。聽到這裡，你是不是覺得哇，這東西也太神了吧？漲的時候賺更多，跌的時候虧損還有緩衝，這根本是聖杯呀！先別急，你想想看，真實世界的股市真的會這樣一路漲到底，或一路跌到底嗎？當然不會嘛。最常見的狀況是什麼？就是一下漲一下跌，在那邊盤整。那在這種情況下，又會發生什麼事呢？真正的陷阱現在才要來。沒錯，剛剛講的都是很極端的單邊市場，但我們都知道，市場大部分的時間就是在盤整，來來回回的震盪，而這個震盪就是所有槓桿 ETF 最大的敵人。好，我們直接來看最血淋淋的例子。假設市場今天漲10%，明天就跌10%，這樣來來回回。過了5天，你看沒開槓桿的 QQQ 最後還小賺了 7.8%， 那開了3倍槓桿的 TQQQ 呢，竟然只賺了 7.7%， 有沒有搞錯啊？我承受了3倍的風險，結果賺的比你還少，這就是最恐怖的波動耗損，你的錢就在這一來一回的拉扯中被慢慢的無形的磨掉了。這時候你可能會反駁說，曼大你亂講，你看 TQQQ 從以前到現在的線圖明明就很漂亮啊。
你說的沒錯，但這裡有一個天大的巧合，或者說是一個美麗的誤會。TQQ 是在2010年才發行的，它剛好出生在美股有史以來最長最猛的一波大牛市裡，所以你看到的是它在順風順水時候的表現。所以啊，要看一個東西的真面目，不能只看它一帆風順的時候，對吧？我們要把它丟到最慘烈的環境去測試，所以我們就要用 QQQ 更早的數據來模擬回測一下，如果 TQQQ 經歷過以前那些真正的大股災，它會變成什麼樣子？好，我們來看近代史上2次最恐怖的股災。第一次，2008年金融海嘯，當時 QQQ 腰斬，大概跌了50%。TQQQ 呢，模擬出來的結果是跌掉94.3%，幾乎歸零。但這還不是最慘的，最慘的是2000年的網絡科技泡沫，當時 QQQ 跌了80%，已經很恐怖了。那 TQQQ 呢？它會跌掉負99.95%。你可能對這個數字沒什麼感覺，我幫你換算一下，這代表你當初如果投了100萬進去，最後只剩下500塊。500塊，你想想看，你要從500塊賺回到100萬，那要漲2000倍耶！這根本是不可能的任務嘛！你的本金就這樣直接人間蒸發了。好。看到這裡，你可能覺得 TQQQ 根本就是個金融毒藥，碰都不能碰。先別這麼快下定論。了解了它最壞的狀況之後，我們才能回過頭來，用一個更聰明、更負責任的角度來思考這把雙面刃到底該怎麼用。所以，最重要的觀念轉變來了哦！你千萬不能把 TQQQ 當成那種可以買了放着存股養老的投資，不行，它更像是一個戰術武器，一個用在特殊情況下的高風險工具。那到底該怎麼用才對？這裡就要提到資產配置的觀念了。你可以把 TQQQ 當做一個效力放大器。舉個例子哦。假設你原本打算放30%的資金去買 QQQ， 現在你其實只要拿出10%的錢去買 TQQQ， 就能得到差不多一樣的市場曝險。那剩下的20%資金呢，就變成現金留在你手上啦。這樣一來，你的投資組合是不是瞬間靈活很多？比方說，有一種策略叫做424配置，也就是40%的資金買 QQQ， 當做你投資的核心。很穩，然後呢，拿出20%的資金買 TQQQ 去拼一下更高的報酬。那最重要的是，你手上還留了整整40%的現金。你想想，這樣配置，市場漲的時候你跟得到，萬一市場大跌，你手上一堆現金，是不是安心很多？這跟你把全部身家都壓在 TQQQ 上，那個心態是完全不一樣的。所以，我們來做個總結。TQQQ， 你真的要把它當成一個高風險的策略工具，它絕對不是讓你通往財富自由的單行道。你千萬不能把身家全部 all in， 或者放太高的比例，因為我們剛剛看過那個恐怖的回測數據了，跌到99% 多，那種打擊，說真的沒有人承受得住。但是，如果你把它當做資產配置裡的一小部分，一個輔助的工具，那它就可以幫上大忙。用一小部分的錢去放大你的投資效率，同時保留更多現金在身邊，這才是駕馭 TQQQ 的正確方法。好，那今天講了這麼多，最後我想把這個問題留給你自己思考一下。在你看懂了它背後巨大的誘惑，也知道了它可能讓你血本無歸的風險之後，像 TQQQ 這樣一把鋒利的刀，在你自己的投資哲學裡面，你覺得它應該放在哪裡？或者是不是根本就不該出現在你的工具箱裡呢？如果喜歡我們分享的投資理財知識，請幫我們按讚、訂閱、加分享，並且開啟小鈴鐺，這樣你就不會錯過我們分享的寶貴知識與內容了。未完待續，我們下期見。